米斯特拉，是拜占庭帝国摩里亚专制君主国的首都，也是拜占庭帝国覆灭前最后的一块领地。到了法兰克人修建的米斯特拉城堡。你看，那就是现代斯巴达。哎呦，这个太美了，这个。它曾一度被误认为是古斯巴达城邦。在6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它从法兰克人的一座防御城堡，逐渐变成了一座繁荣程度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城市。最后的拜占庭皇宫。这是我们的暗号。哎，你在这干啥？马上就要攻下来了。帝国覆灭后，虽然经历了奥斯曼人、威尼斯人和希腊人之间角逐的战火与硝烟，它却最终成为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这个最后的拜占庭都城了。叫啥名儿？这都城？米斯特拉斯都城，米斯特拉斯，最后的拜占庭都城米斯特拉斯。我不知道怎么说它。这就是最后的拜占庭皇宫。山顶上就是法兰克人威廉二世修建的城堡。哦，城堡的入口。啊，这不是拜占庭帝国选的，这个地方其实是那个法兰克人选的。法兰克人霸占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为了有效地控制这里的一些有反动情绪的这些民族，所以他就在这个山顶上修了这个城堡，用来控制下面的这些人。法兰克人就修了这一个之后，这是在1245年修的吧？但是他修了没过几年，应该过了10年。法兰克人在这儿过了10年之后就被拜占庭人给赶走了，就归拜占庭了。在1259年的时候，就被后来的拜占庭皇帝米哈内斯8世跟那个法兰克人威廉二世的一场战争中，就把这个威廉二世给俘虏了。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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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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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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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gonna happen. 1249年，法兰克王子威廉二世就在这个山头上修了这个城堡，这儿就是这个城堡的入口。待会儿要看到下面的那大部分的地区都是拜占庭时期修建的。Καλημέρα.
There is Tibet 在哪呢？没多高，100多米高吧？不高啊！哎呀，厉害了你啊！哎呀，还真不是说的，这个地方真是这个威廉2世还真是会选地，正如你说的哈。这个山头上呢，一直监视着整个优罗达斯河谷啊，这个人口流动，它这上面都能够监测得到，并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啊，这地方的物产多丰富。你看，我们刚才看到野栗子啊，这是一棵野山栗树，啊，这梨树。现在看到的是核桃，那上面野果吃够他们吃的，在围攻的时候。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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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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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gonna happen. 这米斯特拉呀，它最初啊就是法兰克的这一个王子威廉2世在这一座山头上建的这一座城堡啊。有人说是这座山之前叫米斯特拉，所以这个城堡呢取了这个名字。话说，当这一个第4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呢被他们给瓦解了。之后呢，这些十字军啊就开始把整个拜占庭帝国的疆土各自瓜分了嘛。然后法兰克的十字军呢，他们就看上了波罗奔尼撒半岛啊，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啊，有山有水，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传师。因为在波罗奔尼撒半岛，当时是有很多拜占庭的一些势力嘛，哈，各个部落他们都愿意自己是拜占庭嘛，啊，因为他们是东正教徒嘛，所以呢，他们对这一个法兰克的这个天主教徒，他这十字军过来呢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抵制情绪的，所以各地区呢都在抵制他们。但是呢，据说这个法兰克十字军的当时的这个领袖威廉1世啊，仅用100名骑士和500名步兵，就把波罗奔尼撒呀攻下了很多地方。直到1208年的时候，他围攻科林斯卫城，啊，围的科林斯卫城上的那个领主 Neon Scudos 啊，骑着马跳崖自尽。1201年的时候，这一个地区的自封为领主的，他叫什么？叫 Leon Scudos。那时候是拜占庭时期嘛，所以这个 Neon Scudos 呢，他跟这个当时的拜占庭国王 Alexis 3世，他反对他，所以他就在这儿说这是我的领地，我自封为领主。然后呢，他就占住了这个地方，包括纳普良啊，包括下面的科连斯，还有什么底比斯啊，他都纳入了他的领地。然后当这个十字军第4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这个法兰克十字军回到希腊之后，当时呢 ，Leon Scudos 他就以这个地方为他的据点啊，因为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嘛，这么选尖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法兰克人呢，这个在要进入波罗奔尼撒半岛呢，他首先要拿下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又这么难拿下，他怎么办呢？他把这儿围攻呢，围了3年，最后呢，在1208年的时候，这法兰克呢一边围攻这儿呢，一边也在其他拿下了很多其他的地方。最后呢，这一个 Leon Scudos 他已经绝望了，他觉得这个城堡肯定是要被法兰克人攻下了。你看他呢是一个很傲气的一个人，所以他就骑着他的马从山顶上直接跳崖自杀了。你们是坐着神马下去了吧？Neon Scudos 骑着马跳崖自尽之后，他就几乎拿下了整个波罗奔尼撒半岛，除了莫伦瓦西亚。因为莫伦瓦西亚是一个非常我们明天要看到的非常这一个险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在这儿就经历了亚该亚公国，也就是说，当时的亚该亚公国就是波罗奔尼撒半岛除了莫伦瓦西亚，就是法兰克人的亚该亚公国。那么后来到了威廉2世的时候，
威廉二世呢就说我一定要把这整个伯罗奔尼撒都拿下来，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莫嫩瓦西亚给攻下来。啊，我们骑士呢怎么能连这个小东西都攻不下来呢？硬攻了好多次之后攻不下来，所以呢他又采取了同样的计谋，就是跟柯林斯一样，就把你这个莫嫩瓦西亚这个小岛给你围着，围了3年啊，从水路两路围了3年之后，哎，柯林斯也是围了3年，好像是怎么办呢？他把这儿围攻呢围了3年，莫嫩瓦西亚被他们围了3年之后，莫嫩瓦西亚的人就没办法了，因为地方也小，也没有淡水，所以就投降了。1249年的时候，威廉二世才算真正的拿下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到这儿来了，啊，进了这一个城堡。因为有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呢，他要更有效的控制这个半岛上的这些人呢，所以在这儿修建了这一个城堡米斯特拉 （Mistras）。那么他在这儿的时间并不长，这个城堡你看这么险峻，他在这修了，他也就在这儿坚持了10年。为什么呀？10年之后啊，就是在4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不是拜占庭帝国被他们瓦解了吗？但是拜占庭的皇室啊，有一部分呢就逃到了尼西亚，在尼西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259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城堡建了10年之后，法兰克公国，亚该亚公国叫亚该亚公国，以这个威廉二世为首的，就要跟着一个尼西亚的当时的尼西亚皇帝叫米哈尼斯8世啊，他是这个前拜占庭的皇室后裔，就跟他们发生了一场战役。这场战争呢是在马其顿的地界里面。这一次战争呢，结果呢威廉二世打败了，就被米哈尼斯8世给俘虏了。把威廉二世俘虏之后呢，也就是说相当于收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了。但是紧接着米哈尼斯就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又把这个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给收复了，并且开始逐步的恢复拜占庭帝国。在这个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威廉二世已经作为俘虏给带走了。那已经被俘虏了的这个威廉二世为了自己被释放，就跟米哈尼斯8世就谈条件。米哈尼斯8世说没什么谈的，你把米斯特拉，你把莫嫩瓦西亚，还有一个叫什么大什么格的一个就是非常险峻的3个城堡，伯罗奔尼撒半岛，你把这些给我，我就放你。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伯罗奔尼撒半岛就这样又回到了拜占庭的手中。是个防空洞啊！对呀，这里面都藏着好东西了。Probably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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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gonna happen. Oh no. 刚才说米哈尼斯8世在一场战役中呢，把这儿的威廉二世给俘虏了啊。后来呢，这个米哈尼斯8世并且夺回了君士坦丁堡成为了拜占庭巴列罗戈斯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也是拜占庭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王朝巴列罗戈斯。那么之后呢，威廉二世呢就把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拉科尼亚地区的这几个重要的城堡都交给了米哈尼斯，这样呢他就获释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威廉二世原有的这一个私人的地盘拉科尼亚，就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行省。你看，那就是现代斯巴达，这个河谷中间一大片房子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现代斯巴达是在1834年的时候，由希腊的第一个国王奥托把在米斯特拉的地方的人迁过去的，也就是说是奥托在这儿建的第一个斯巴达城，现代斯巴达城。
直到1432年的时候，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和他的2个弟弟君士坦丁和托马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与亚该亚公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几乎收复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皇帝约翰八世呢，这时候就把伯罗奔尼撒半岛设为了拜占庭帝国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专制君主国，并且由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和托马斯2个人共同管理。那么他的这2个弟弟呢，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一个专制君主国的首都就迁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米斯特拉。我们现在就到了法兰克人修建的米斯特拉城堡。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米斯特拉周围的所有的一些老百姓就都到这儿来居住了，都迁到这儿来了因为又回到拜占庭帝国时期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变得逐渐的繁华起来了那这居民的这个城区住宅的这个城区逐渐从上城区发展到了下城区。那么在它最繁华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这里一共有6座教堂、2座修道院以及他们的宫殿，还有集市以及8000多间的这个民房。这前面这个好像是阿拉伯语还是什么？这是希腊语，卡多。今天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儿的这些艺术风格、建筑风格，都能够显示当时的米斯特拉这一个地方已经是拜占庭帝国的另一个文化和艺术的中心。这就到了米斯特拉城堡了。为了巩固他们对专制君主国的统治，君士坦丁和托马斯2兄弟就在科林斯地峡处，也就是今天的科林斯人工运河的这个地方，修建了一道长城。因为那里是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唯一的一个陆地通道。此后君士坦丁曾2次被约翰八世召回君士坦丁堡，帮他摄政。在这2次摄政的经历中呢，君士坦丁充分的显示了他的执政才能，以至于约翰八世因为自己没有儿子，而决定将王位的继承权给君士坦丁。1848年10月的时候，约翰八世去世了。之后呢，当时的皇太后赫兰马上就派出了2名大臣来到米斯特拉。1449年1月6日，君士坦丁在米斯特拉的圣 Demetrius 教堂里面加冕称帝，史称君士坦丁11世。这个就是爱尤德米特教堂。这君士坦丁11世就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加冕称帝的。那这一个标志，这个大理石的双头鹰就标志着他在这儿加冕的。就他加冕了吗？他给人换了块地板，这个意思吗？就在这做了这个标志
啊，它就跟希腊其他地方的不一样，看不到那样的桌子，还有点那个贝尔汉姆式的、柯林斯式的混合的，好像是建筑的风格，跟它这些圣像画的风格，都属于是典型的那个君士坦丁堡那边的风格。所以说，它这是第二个君士坦丁堡。这个教堂就属于是这儿的，就是这个米斯特拉斯这个城市的主教堂了。所以当时君士坦丁才要到这个教堂来，叫什么加冕嘛。紧接着，君士坦丁11世就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一位刚刚登基的新皇帝啊，就面临着2大难题。第一，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越来越野蛮的领土扩张；第二，就是西方教会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压力。1453年，君士坦丁11世在拒绝了奥斯曼帝国让他放弃君士坦丁堡、退居米斯特拉为王的条件之后，仅率领数千人死守君士坦丁堡58天，终因寡不敌众圣城于1453年5月29日被攻破。在城门被攻破的那一刻君士坦丁11世脱下了自己的黄袍，拿着宝剑就冲入敌阵，直到战死。作为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块领土，米斯特拉也在1461年被奥斯曼攻陷，而这里的领主、这里的君主托马斯侥幸地逃往了威尼斯。至此复兴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希望也彻底消失。你说这威廉王子他在这儿，这房子的墙壁这么粗糙，他怎么能住啊？墙上他是不是挂了毛毯、地毯地上铺的地毯。司马大人就听到这个后就嘟嘟嘟就往左，往左，嘟嘟嘟嘟，往前，往前。司马大人要学音乐，就是为了在战场上用。军号这个叫是吧？号角声。他杵在这儿，哎，你在这儿干啥？上面有种子，这里面就这么多了，没有，就那个地方就到头了，没啥了。但这里面这仿金好像还挺多的，一斤一斤的。哎呀，这个好上来。哎，可惜了。再看到几座教堂，1座、2座、3座、4座、5座，他说有6座教堂。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到海边去。这就是尤罗达斯河谷。河在中间那最绿的那一带，你看，最绿的那一带，那就是河。你看了吗？那特别绿、特别茂盛的。但它不是说特别大的河水踹击的那一种，他们当时在这儿进了古斯巴达城之后，他们就是看中了这个河谷平原嘛，所以这个河谷平原是他们的中心，对吧？是斯巴达公民他们就在这一带生活，但是他们不知道周围这大山后面
有多少部落、多少城邦啊？因为他们自己是外来人嘛，所以他们时刻都要提防着这本地的这些城邦们会不会啊进来，从哪个地方就冒出来，就把他们给消灭了，或者把他们给赶走了。所以他们就要大力发展他们的武力啊，并且后来他们把这个大山后面的美塞尼亚这个地区占领之后，所以他担心这周围其他城邦会联手把他们给赶走，所以他们就大力发展这个武力啊。既然有奴隶给你们干活了，你们就把你们的这个战士的武士的这个能力发挥到极致。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国家的这个特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慢慢形成的。这个武力把自个儿发展没了啊。当然，他这个民族，如果说他这个多尼克人北部的这个多尼克人的特征，他就是比较野蛮啊，他属于是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他们属于是瓦瓦的野蛮人，所以野蛮人来这也是为什么是吧？他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他没有发展什么出文化艺术类的东西，他没有太多的发展。这风景太美了，对不对？那儿还有一个呢，看不到那红顶的，那是个房子。哎呀，这两栋房子真是太绝了。哎，我们现在去这个 Palace 和阿伊亚索菲亚教堂，这里就是上城区了。这房子看起来还真是很密集的，难怪说这点地方有8000间房呢，8000间民房。哦，这城里的一个修道院。这是圣索菲亚教堂，是2颗柱子点着的。4个拱，2个柱子，那边是墙。这里的这壁画的风格，它就跟现代的希腊教堂的那个壁画不一样，你能感觉到吗？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面部表情啊，五官啊。14世纪的，拜占庭晚期哈。上次来就是你们在修没进去。圣尼古拉斯教堂。下面就是下城，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上城区。那中间就是中城吗？也可以那么分中城区，就是首先是有了上面的城堡嘛，最后当城堡被这一个拜占庭收复之后，就有了上城区嘛。上城区慢慢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开始发展到了下城区了。这个门应该就属于是下城区了，瞄眼。
那是个劈出来的，这要上去好像还挺难的，得从这儿下去再上。你看那么高的地方，上去了下来，哎呀，超标了，这里爬了60层楼了吧？这就是帝国的力量。哦，可能是这个教堂。这是拜占庭跟法兰克人的硬币，那就先有法兰克人的硬币，拜占庭人把它给赶走了，就有了拜占庭的硬币。哎，这之前也有可能啊，在法兰克人来之前，这儿也属于是拜占庭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不存在，这个城市不存在。Palace。哎，是那个教堂吗？难道博物馆应该是在这儿吧？那上面不像有博物馆的样子，看着脚下。哦，这个地方我记得来过的。哎呀，这个上次来都没注意这么看，但是看起来真是觉得，哎，这也不是博物馆，去看看。一个行政和宗教中心，就是这个米斯特尔斯 museum 在上面，自己看看。13到15世纪，拜占庭跟菲斯。丝绸吧，这是莫能瓦西亚的。哎呀，好凉啊！这泉水啊！此后啊，米斯特拉就跟希腊南部的大多数城市一样，被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轮番占据，直到1822年，希腊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啊，米斯特拉才回到了希腊。之后呢，在1834年的时候，国王奥托就在距米斯特拉东边8公里左右的古斯巴达城的遗址旁边建立了新的斯巴达城。从此以后呢，米斯特拉就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片废墟，就被彻底的遗弃了。它却最终成为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特别大的一座城，从上面一直下来8000多间房，见证着拜占庭文化艺术的辉煌与灿烂。并于1989年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